好，那在这个我们这一系列的部分，我们在前面有很不同的交流了嘛？那在之前最早之前有 RS485跟 Modbus 的分享，对，那在上一次呢有开发环境的建立这样子，对，那在今天的课程之前呢，都会沿用之前的一些知识跟概念呢。包含在里面，这样对。那如果嗯呃有什么遗忘的话呢，可能就要是翻回到之前的资料来看哦。对，好，那只是再重述一下哦，就是关于这次的开发版呢，是由我们工作室新开发的 Data Log 的部分。嗯，那这是基本上的话，这是新的嘛，那基本上就是从基本整个组开始。对。好，那我们这边是找了比较简单的那个 S485的感测器哦，它是 S485，然后呢是呃 Modbus Modbus 的协议啊，对，那这方面大家练习啊，其实它规格也不低啦，它是使用 SHT-20的温湿度感测器哦，对。当然还有一些附属一些的模组啦，譬如说 USB 转 RS485的部分，这是在做，如果要在做485嗯的通讯的话，这是必要的工具哦。那还有其他像 GPS 啊，还有 SQC 的 SHT-40这是选择的部分的模组，对。好，那今天我们会叙述这三方面哦，就是 data log 硬体的简单说明，还有 UR 的使用方法，那还有基本的程式的翻译这样子。那今天时间上会有点赶哦，因为我们把那个程式翻译全部会解说一遍。对，好，那这是呃一些连接器的部分啊，我们在板子上面有一些连接器，就是在上方面的话是 DC in 啊，DC in 啊，它的 range 是6伏到24伏啊，是蛮宽的电压哦。那一般以行业上来讲，比较常用的电压是12跟24伏啊。好，那左边的话是一个 download 连接器，然后这个是 JST 2.0 pitch 的连接器那是连接 UR。好，那底下这一排的话是最左边是5伏的输出，那中间的话是 PMS5003的接口它是空气品质侦测器的感测器那这个绿色的三个 pin 呢，这是 S485的连接器哦。那在之前的课程我们没有提到就是我们这个电路里面呢，已经有120欧姆的电阻已经在内涵了，所以我们在实物上实接的时候就不用再接了就不要再就不需要再跨接了。对，好，那这个右手边这个是 I2C 的连接器那这个在国外是比较流行的，它是 QWIC 的连接器。OK，好，那这个是我们所有这整个是整个部分的拼号部分那它是符合 UNO 的排列的方式那譬如说像左边这边是有3.3伏、5伏 ground 跟 B in 的部分对，那其他就按照RTL 872.DF5，它所有的拼角都在上面。对。那它规则也是按照五种方式排列方式像这个 S 规系在这边，那 SPI 也是在这里，对，那其他的话就是依序排列下去。那这边有一个延伸的延伸的 UR UR 这我们后续会提到。
对，这是给后续的上班，就是后续的扩展版使用的，因为我们总共有4个的延伸的 UR。对，好，那这是今天所有的资料，包含翻译程式，还有呃 S485的感测器的资料都在上面。那好，好，谢谢。好，刚刚我们有提到是说我们那个 U1 哦是用切换的方式哦，因为我们这个嗯8720DF 这个型号它的 I/O 片角比较有限哦，所以我们在这个很有限的片角来讲的话，我们做一些延伸的使用哦。对，那这个使用的方法就是我们有 S0跟 S1来做选择。对，那在这里最初始的话，我们这个电源一开机哦，如果不要做任何事的时候呢，是00它就是 PMS5003这样子，它是自动选择到这一个。对，好，那之后呢，就是如果设 S0为1，S1为0的时候呢，那就是切到 S485。对，那接下来就是如果是 S0切到0S1切到1的时候呢，就是我们板子上左手边的就是 UR 这个 ST2.0那一个那这个我们是预定是 GPS 连接孔那当然也是可以接不同的 UR 的装置的这是如果有想要做其他的应用也是可以的。好，那最后呢，就是都是唯一的时候呢，就是保留给另外一个 UR，就是之后如果后续要做开发版，就是后续的扩展版的时候呢，给它使用的。对，好，好，再来就是它的使用方法在我们左手边，这是官方的网页它里面有列出所有的 I/O pin 的属性。对，那在这个页面来讲，主要是叙述说我们是使用哪一只脚对，比如说我们 S0的话是一号一号脚就是 PS4那 S1是0号脚，那就是 PS5。对。那实际上，我们在这板子上所应用的断裂的编号是第二个zero two zero two，也就是 PS3跟 PS2分别是 PS3的话是 R 叉，那 PS2的话是 T 叉，这样子。所以我们在选择上呢，我们用 GPI 的方式呢，很很直白，就这样子直接控制就可以了。对，在这是一个程式范例那我们这个在我们范例当中也有就是怎么去做切换的来使用就是这样子。我们选好了S0跟S1嘛，然后分别设定为0跟1，然后设定好之后，我们它是选择 JST2.0那个 UR port 那我们就可以直接来做使用。对，好，那这个程式的结果是说，如果你有 USB 转Serial port 的话我们就直接接。那结果程式的结果就是说，我们按任何字元它还会再吐回来再 print 出来这样子。对，那使用方法就跟我们一般做序列的方式是一样的。好，刚刚在部分我们再稍微再提一下就是因为是共用的方式所以但如果你的装置如果只有几个两个一个来讲的话，就比较单纯嘛。那有一个考量的点就是说，
参数啊，UI 有参数嘛，比如说你的包瑞啊，好，尤其是包瑞哦，那尽可能就是尽量是要一样哦。所以一样的话，在你城市上来讲的话就，比较不会那么复杂。对，那一般我们来讲的话，我们会设定在9600这样子的区块，这样子。譬如说像这个 PMS5003的话，它也是9600，在它的范围里面。好，OK。好，那这个我这边列出来哈，这几个就是必要安装的程式库，必要安装的程式库。那呃，如果可以的话，就是麻烦大家这边先安装啊，先安装，因为这比较重要。首先呢，比如说，因为我们的程式库，你打一样的字，它可能会有不同类似的跑出来嘛，那要稍微核对一下哦，因为还有它是，譬如说这是 SDFAT 哦，它版本号是2.2.2，然后它的作者哦都要核对一下哦，对，这样子。那呃，我们在这里我就给大家一些时间哈，就是这里先安装一下。好，那我接下来就是一些说明哦。那我们在这个 Modbus 的部分哦的程式库来讲的话，那右手边的第一个网址是它的 source 哦，它的 source。那它在里面的 GitHub 里面呢有一个简短的说明哦，就是嗯，在我们之前呢，有说 Modbus 它有几个它的 function code 啊，function code 对。那如果你已经忘记那个 function code 这个是什么东西的话，在这个第二个网址就是三次之前的 PPT 的资料了啊，就是可以回头再翻一下。那譬如说，它有01哈、0102啊，它是方讯扣，后面代表它的方讯扣的内涵是什么东西哦？对，那譬如说像03哈，03它是 read holding register 它是这样的功能啊。那04呢是 read import register 啊，所以呢，反过来讲的话，如果我要使用这个这个它的程式库来讲的话，我要用04的话，那我就要用 read import register 这样子啊。那如果我要用03这个方讯扣的话，那我就要用 read holding register 这样子啊。那个在之后的范例会提到哦。对，好，那这边先提一下。好，那在 SDFAT 这个程式库哦来讲的话呢，有一个地方要做个修改哦，就是在你的工作夹啊，就是你的 Arduino 的 project 里面呢，找这个程式库哦，刚刚我们有安装嘛哦，在它的 source 里面的资料夹找到一个 SDFAT config 点 h 这个这个把它打开来找到这一行SPI driver select 原本是0那改到2改到2，它应该是在121行121行左右的位置的找到这个 SPI driver select 那我们现在改一下对这个比较细节的部分可能会忘记，之后可能会忘记那我们在这边我们先把它修改一下。对，好，那如果改好的话，慢慢地按+5按+5。
或是你找不到位置哦，找不到位置，麻烦你打个讯息上来哦。对，它应该是在121行啊，对，121哈，121。好，好，那我操作一次哈，然后好，那在我们这个画面嘛，是 Arduino 的 IDE 啊，IDE 对。好，首先呢，你要先确认你的工作目录在哪里嘛？对，好，那一般我们这样是找这个 file 里面呢，这个选项里头，这个选项里面点起来。好，那这个第一个路径就是你的 Arduino 的工作目录啊，这个就是你的工作目录啊。这个工作目录呢，你把它复制起来也好，或是你另外再开那个档案管理员哦，档案管理员啊。那以我这边来讲的话呢，是Project Arduino 底线有 IB 嘛，那我就要去找这个哈。好，那我切一下画面。嗯，好，那这个画面里头这个嘛，Arduino LIB 这是我的哈。那就是这边的话呢，就找这个 LIBRARIES 这是内定 default 的资料夹名称哦。那点2下进去，好，那就找，这是你安装的所有的程式库的位置然后找 SDFAT 这个资料夹，然后呢点2下然后 SRC 一样点2下进去，那这边就是这个了这个，然后看你要用 NuPen 还是你的一些编辑器任何一个都可以啦。对，然后这边我是用这个好了这个 NuPen，或是你用记事本也是可以的对，我刚来，好，那我再切一下画面。好，好，接下来呢，我刚刚我印象中是121这里121对，就是这个位置对。那它原本是0那我们把它改到2这个是对，这是我们在开始之前呢就要先设定好了，对。那把它改到2改到二的模式对。好，那接下来呢，就是再再提醒一下就是
嗯，在之前呢，在之前我们有分享一个部分是那个 MCU 要传送到收发器嘛，它的电路是这样子接的那我们这边是 UR 的 port 这个这是打错了这是 T 叉这是 T 叉对。好，那我们 R 叉是接到 RO 这是收发器的 RO，那 P 叉呢是接在 DI DI 角。那另外收发器还有一个开关是 R1跟 D1那这是管，就是说我们因为它是半双工嘛，所以呢我们出去跟接收呢，我们要透过这个开关去做选择，对。也就是说，一般来讲，我们要做这样子说法的话呢，我们要去做这个开关的选择，这样子。好，那在我们目前这个 Data Log 开发版来讲的话，我在这电路上已经省略了这一段我是使用一些电路的上面的一些技巧我就是把这一段就省略掉了这一段省略掉了，所以我们在程式上里面是看不到这个，对，看不到说我们还要把它这个 GPIO 漏设漏还是设害这样的这种状态是不用的是不用的。对，那这边说明一下因为如果你伙伴如果参考其他的城市的时候可能为什么我们没有对，我们就是没有就是我们去把我们这个部分我去把电路已经把它做掉了好，那 PPT 的部分就以上了，就是以上了，对。好，那我先从这个2470224702开始24702，然后像好，那24702在我们的基本扩展版上面嘛，它有一个 Double EEPROM Double EEPROM 对，那我们这个 EEPROM 的位置在 SQL 来讲是5050的话算是没有变，它是就是不做任何设定的话就是50这个address。对，那在我们的板子，若是你翻过来看的话我们板子上面有 A0、A1、A2，这个就是给这个 Double EEPROM 的位置的设定位置的设定，对。好，那我先把这个程式部分先叙述完毕那我待会再跟大家说这个位置的部分好，那这个程式架构是这样子的那我们只是做很简单的 rewrite 的部分那我们会写入这两段这个1 2 3 4 5 6 7 8然后再填 FF 进去就这样子。好，那我们会透过按钮的方式，就是我们板子上面有一个 user key 嘛，user key 它的 button 的号码是8号，对，所以呢，我们是透过这个按钮的 button 去按的时候呢，去写入不同的资料就是这个1 2 3 4 5 6 7 8或者是 FFF 这样子，对。那透过这个 state 去它的状态去判断你目前要写哪一段它的这个程式架构是这样子，对。那这个是没有程式库啦那是我这边后续这个我自己写的对，刻出来的啊。那 OK，就是就是这样子根据目前的状态，然后写入不同的 data one 还是 data two，对，那我跑一下。好，那在这边再提醒一下，就是我们在烧录之前呢，要选择这个板子是选ANB 2526这样子，对。
哦，这一段我忘记询问大家哦。那个之前我有发 email 给大家，就是说那个安装的部分哦，应该是有正确安装吧？就是你找得到 NB2526这个选项吗？OK，好，那我这边 monitor 已经打开了哈。那现在就是我要按我的 button 嘛，那就是按我这个 user key 啊，哦按一下啊，零的话是填 FF 哈。好，再按一下啊，现在就填1、2、3、4、5、6、7、8哈。那这个是它我这个程式的话是有再读回来啦，所以它才会显示哦。对，在这一段哦，在这一段啊。好，那我再按一次啊，就填 FF 了。OK，啊，这个程式功能就是这样子。对。那还有一点就是说，它这个 SVC 它在做 rewrite 的时候呢，中间最好要给它 delay 一些时间哦，就是写跟读之间的哦，对，最好是之后再做应用的时候啊，对，这是它这个 ePro 的特性呢，所以要再稍微延迟一下。哦，对，OK，好，那这是24702的部分。好，那我们继续下一个。好，这个是SHT40啊，这个感测器，对，它是走 SQC 的，对。那我在这个另外有一个程式范例是 OLED 的部分啊，就它是很单纯的 Hello World 而已哦，那个部分我就不做了哈，因为这个来讲的话，我只是把 SHT 的治理这个区块呢，再加到 OLED 的城市区块里头，这样子。对，好，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就是我们要去把 U8G2 引库进来嘛，加进来，然后呢，相对应的一些参数也把它加进来啊，比如说像这 SGT40，OK，好。那我们是隔1秒做一次显示跟读感测器的动作。好，那我们这边有读序号哈，就是它如果是原厂原装的话，原版的零件的时候，它这个会读到它的序号的。对，好，那这边有一个基本的设定，这是 U8G2 的设定。OK，好，接下来就是做感测器的读的动作哦，它这边特别是get even 哦，就这样把它读进来了。那这边底下是把值显示出来，在 monitor 跟OLED 的显示器这样子同时做显示，那中间间隔是1秒哈。好，那没问题的话就上传。OK，好，那在我这边，对，在我这边就已经有了。好，那这个感测器不是所有伙伴都有啦。那如果你有其他的感测器的话，也可以这样子做啊。那只是说，呃，感测器的写法会不一样哦。那 OLED 的话，你就可以参照哦，那个 OLED 的1306的部分，你就可以参照哦。对，好，那在我这边的嗯，画面上哦，我那个镜头上面就有显示嘛，有温度跟湿度的显示，就是呈现在上面的。OK，啊，表示这一段是正常的，OK 的。那 OLED 的显示器也是 OK 的。好，好，那这部分也是完成的。好，那就下一个，这个我们下一个是
来看 S485哈，这个我们主要要做这个，我们板子主要就是 I2C 跟 S485嘛，那我这边就说明一下485的部分。好，一样哦。那我这个485的范例程式也是 OLED OLED 加 Modbus 这两个那 Modbus 一样是去做，我这边是做那个温湿度感测器的部分对同样也是温湿度感测器的部分。好，那一开始我们当然是先把这个 Modbus 跟 U8G2 把它 include 进来，然后呢，前面我们这边有提到嘛，我们485的话，这部分要做 S0跟 S1的切换对，S0跟 S1的切换。那操作的话，这边就是在这里就是我们因为我这边就是比较单纯，只有一个装置所以就直接写死的就是在这边对，S0设为派 S1设为0这样子呢就切到 S485了对，好，那再来看再来就是这个 Modbus 怎么去定义好，这边Node Node 这个在前面已经有宣告了嘛，在最前面宣告好了那这个后续是什么意思那我们之前的说明介绍就是我们每个 Modbus 它有设定位置嘛address 就是它这个就是它的address，也就是说我目前的感测器上面的 address 是设为一，然后呢再把这个SHA-2 给加进来对同样这个 SHA-2 也要先设定好它的包瑞在这个 setup 里面9600也就是说我这个装置呢，它的 S485的通讯规范是96009600，对，好，那继续。好，刚刚在开始之前，在 PPT 里面有稍微说明一下，是说，我们要做操作的时候呢，你要知道，它是哪一种方讯扣嘛，对不对？还记不得这一段啊？那这个我这边是用 read input register 它对照方讯扣就是0404这方讯扣，对。那在这04的方序扣，我要读暂存器的的位置跟数量以这个感测器的参数来讲的话，它的解释是我要一次读两个，对，一次读两个那这个可以参照这个我们的那个说明，就是我的附件上面有一个说明，就是它的规范就是要填一或是填二填一或是填二。这OK 没关系，我把它打开来好了好，就是这个各位大家都有下载了就是这个我这个方勋扣是0404。那我选择方式是连续读取嘛，那它有一个规则是刚刚这个01的部分就是寄存地址0就设为1那它这边有一个寄存系数量就填为2，对。那如果之后有拿到不同的装置的时候，它的规范，就是厂商它的方式又不同，就是按照它的方式就可以了，对。然后呢，后面那个 CRC 就不管了，那个我们这程式库它会自己去计算你就不用去手动去计算了，对。好，那我们回到程式部分，好所以对应这个指令来讲的话呢，就是刚刚那个一嘛指那个寄存器的位置，然后那
我要数量是填为2，OK。所以呢，我是同时把温度跟湿度同时读进来。啊，接下来呢，这个是确认它有经正确读回来的哈，那来做的判断。那因为我有读两个值，那读两个值的话就是这样子使用，就是很直觉的哈，就是零的话就是第一个啊，在它的规范来讲的话，第一个是温度啊，温度的值啊，那接下来呢就是湿度啊，湿度的值，对。那在它的手册来讲的话，就是读进来的只要除以10嘛，然后才是它的正确的值出来，对，然后呢再推送 print 跟 OLED 的显示啊，大致上就是这样的操作，对。好，那我在这边有设几个注释，就是说在其他的不同的方讯扣的话，我在这边有把它列出来哦，就是有这几个。比如说你是03的话啊，零三是这个啊，read holding register 啊，对对，那不同的使用的话，在这边对，好，OK。它这个程式库有提供其他的程式范例啦，那有不同的方讯 code 的话，你可以参照延伸的话，你可以在这边去做基本的一些参考啦。对，Modbus 这个它只有三个啊，只有三个哈。那后续的话，我这边也会找不同的装置来测试啊，对。对，不同，比如说继电器啊，继电器怎么去做开关这样子的。好，那我接下来的话是 PS GPS。GPS 我这边是定义在那个我们开发板左上角那个 JST 的那个 UR 的 port 对。好，那这个就是另外一个的范例了，就是使用不同的UR 的方式呢，然后呢，你这个 S0跟 S1又切换啊不同的方式不同的路了不同的路。好，那刚刚我们在 PPT 里面有叙述说我们那个 R 叉跟 T 叉的编号嘛，R 叉的编号就是2如果呃3号的话就是 T 叉3号就是 T 叉。那如果你是要用这个我们常用的 software 虚伪这个程式库来做使用的话呢，那我们就是这样子把它引库进来，对，也是可以这样子使用的。好，那 S0跟 S1，OK，放在这边。那后面主要的程式说明，好，在这 setup 的话，就是我们在这边直接做切换嘛，好。那这边这个示范的话，我们会稍微做简单的，后续会做简单的切换。那在 setup 里面也是写死的就是嗯我把它切到这个 UR 的部分是 S0是0S1是1这样子。好，OK，那我们切到 loop 这一段。loop 的话，就是把那个 GPS 的值吐回来，吐出来吐出来。但是呢，在吐出来之前呢，我们会做一个东西叫做 GPS encode 我是放在这个 delay 这边delay 这边这个 delay 这个副程式。好，那我们这边刚刚我看到是我们这边是设1秒钟来做这件事情延迟1秒钟会到这边来。那这个 encode 的意思是说，我们把那个 GPS 模组我们是透过 UR 嘛，那如果它有接收到的话，我们要做 encode encode 这个动作。
encode 的动作。但它如果 parse 完毕的时候，我们这个 new data 会变成 true 变成 true，对，表示呢就已经收到了然后再回到这里来那我们这边就会判断 new data 对，来做反复的切换那 GPS 有资料的话，我们这边就会就会显示出来，对。那我这边就不上传了因为我这边是在室内我这边 GPS 是收不到的对。这个做这个测试，做这个程式呢，可能要在那个阳台或是在外面稍微有见到天空的部分才有办法做那我们的手机为什么会收得到GPS 的讯号因为我们手机上面还有基地台，还有 WiFi 来做基准的参考对。因为室内带 GPS 它有遮蔽物，它就是收不到了。对，那手机还有基地台来做 AGPS 的接收啦，所以是不一样的。对，好，除此之外呢，我这边还有做另外一个功能就是如果你在不同的，因为我们可以做切换嘛，那如果是说，我这边就比如说我们这边做完之后，我这边会做一个 counter 我这边会做一个 counter，就是等于是说我每1秒钟呢，我就会做切换的意思对，那我这边呢，我就会做下一个的动作下一个，比如说我要做空气品质侦测器的话的感测器的话，我就会切到另外一个零这边零这里，那呃或是 S485这样子延伸继续切下去，然后再返回来这样子，对。那如果有不同的 port 的话呢，就可以这样做不同功能的切换去做选择，对，好。那这个之后，我会再把后续再补齐一点这个目前我只有做到 GPS 而已啦。那我后续会把那个GPS 跟空气品质侦测器同时来做完整的程式范例这样子。对，那目前的话是只有做到 GPS 这里。对，当然不是只有 GPS 但如果伙伴们有不同的装置，也是可以参照这样子的方式来做啦。对，那后续的话，我会把这个程式再补习，就是把不同的 port 的装置呢，怎么同时读的那种状态呈现出来，这样。OK，好，其实20C02有很多不同的厂家在做啦，但是它的使用方法是一样的那好，在这里就是有它的就是 address 那刚刚我们有提到是说，呃，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就是我刚刚是提50嘛，对不对？好，50，那因为我们Arduino 来讲的话，它是7bit 自走7bit 的 I2C 嘛，所以呢，我们的 bit 零呢，bit 零是从这边开始1、2、4嘛，1、2、4这样来算的话呢，这边就是5了，对，5，然后呢，后面就是零嘛，零。那我们后面有几个参数是 A0、A1、A2这样子。那我预设的值呢，A0、A1、A2都是设为零，都是设为零。那在我们的板子把它翻面来看的话呢，有3个 jump，那 jump 呢就是如果你要设为1的时候呢，就把它焊起来，你就把它焊起来。对，那等同于是说，在这 IC 的角位来讲的话，
啊，就是这个啊，A0、A1、A2哈，等同于把它接到 high 就是等于把它接为 high 把它接为 high 的逻辑啊，对。好，那相对应来讲的话呢，就是比如说你要把它点 A0为A0把它设为一的时候呢，就这样子，A0设为一，那就变成5-1了变成这样就变成5-1了那之后就以此类推了以此类推，对，这是这这是很之后，如果你有接到 I2C 不同装置，如果有冲突到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这样子来做操作那基本上如果没有冲突的话，就不需要了就维持设定50这样就可以了。对，好，接下来我们是做那个SD 卡的范例。好，这个基本上，这个范例最前面这边呢，就是有把这个相对应的答案呢，把它input进来，input进来，对，那这个就是刚刚在之前呢，最早这边设定的嘛，对，就是 SPI driver slave，对，对，那其实这个是可以省略因为我们如果已经设定好的话，这一段是可以省略啦。然后放着也没有关系那基本上我们若是要使用这个 SD 卡的功能的时候，这整个照抄就可以了整个照抄。那当然，你这边有一个选项，比如说，FAT 的部分FAT，那一般我们用一般的方式来做就可以啦。那这个我都有实验过啦。那你要设为0跟1都是可以的都没有问题的。那这个 pin 的部分，pin 的设定也是就不用动了对，不用动了。好，那后续这个程式的功能呢，就是我们要把这一段文字这一段文字写到 SD 卡里面这一段文字把它写在 SD 卡里面，然后呢，在写入之前呢，我们要先按任意键去做开始按任意键去做开始。然后按任意键完了呢，就判断有任何字进来的，我们就会把这一串呢写到 SD 卡里头。那档案名称叫SOFTSPI2.tsts 这个对，好，然后再把它关闭，这样子对。那因为我把这个属性有增加这个呃这个属性呢，所以它是可以累加的累加的。其实我这个程式范例是在我又好，重新设定一下。这个程式范例呢是在这个它也有提供一些还蛮多的对，我是参照这里面的啦参照但是我忘记是哪一个了。对，好。嗯anyway，它这属性呢，就是有加这个累加对，好，那我们来把这个程式给上传上去先把这打开，然后 enable OK，确定好呢，我就上传。
OK，我把它清除一下，重来一次啊。那我们在板子上面有一个 reset 啊，reset。OK，好啊，现在是需要按任何一键嘛？那我就按 A，好，那送出去。因为我没有装哦，那就会有错误讯息哦。那我把 SD 卡放上去，然后再 reset，好，然后我再一次哦，按 A，然后再送出去啊。好，那我已经有把这一串写进去了，并且把它读回来哦。读在我们城市这里这里这一段的，对，这一段。好，那我再做一次哦。那做一次的话也是按 reset，因为这个程式只有单向，它没有跑到 loop 上面去。OK，那我按一，好，好，那这内容呢，它就累加了哦，所以呢会有第二行，会有第二行。对，好，那我再按一次 reset，好，再三，再送出去，好，好，就这样子。那我们已经做3次了嘛，第，那就有3行了，就有3行了。OK。好，那这是简单的范例啦。那通常我们在做 SD 卡的话，我们就是来做资料收集的时候呢，你除了把资料送到 MQTT 之外呢，你可以再做 SD 卡的储存。对，这个在业界，这在行业内也是很常用这种方式啊，就是等于就是说你把资料再做一个备份再做一个备份。对。好，那就可以做之后一些应用。对，好，好，那我把这个把它读进来透过读卡机OK，好，我这边读卡机就有读到这个文字档TXT，那打明没有错，那展开来，好，就这3行对，这3表示功能正常就没问题。OK，好。那我们一般在做 Arduino 的使用的时候，通常都还要接线嘛，很麻烦那有这个扩展版的话就比较方便就直接使用就好了。对，OK，好，那以上这是SD 卡的范例。